Bragi 是奥丁之子，妻子是青春女神伊登。说到 Bragi 的成长，简直是一个会令人翻白眼的过程。我们先往前跳一段，在古时候啊是没有诗歌艺术的，经过以下的事件后才有的。话说，在阿萨神族与华纳神族战后缔结合约，众神呢在一口大缸之中各自吐了一口口水，他们认为这样是神圣的意思。然后众神把这些已经满缸的口水变成了一只小精灵，取名叫做克瓦希尔。有一天，克瓦希尔被2个嫉妒他的黑侏儒骗到家中杀害了。黑侏儒将克瓦希尔的血混到蜜酒中，形成仙酒，就是俗称的诗人之酒。只要尝一口，就会变成大诗人。后来仙酒到了巨人苏图恩的手里，奥丁知道了后，用计将酒喝了3口，偷了出来，然后变成老鹰，正要飞回阿斯加德的时候，被苏图恩发现了。所以苏图恩又变成更大的老鹰去追奥丁，很厉害吧？大家都会变，奥丁怎么不变个飞机打回去算了 ？OK， 总之呢，2只老鹰在天空上互相追赶的时候，奥丁可能喝得太多，不小心吐了出来，将一些仙酒洒了一些到中土世界。所以自此之后呢，人间就出现了诗人。然后等到奥丁回到彩虹桥时，早有准备的众神已经生好火堆，一把火就烧死了后面的苏图恩。奥丁落地后，将嘴里的酒吐在一口大缸里面，交给格利德。格利德之后生下一个男孩，就是 Bragi， 然后呢，就用这一口缸的酒将他养大。果然自此之后就非常有智慧，成了诗歌之神。Bragi 的妻子青春女神伊登也很厉害，她掌管了万年花园，并拥有金苹果。其实诸神不是不会老，而是每到了他们变老的时候，就来伊登这边吃一口金苹果，然后又重获青春了。是不是也想问可以去哪里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凡赛提是光明之神巴德尔与南娜之子，他的神性执掌是对于需要调解的事物提出仲裁，比较像是现在的法官。他是众神之中最聪明正直又雄辩的一位神，他的判决绝对公正，没有人能违抗他的判决，违抗者将会得到死亡。有些故事认为凡赛提是北欧最初法律的创造者，同时也认为阴沉的冬季不适合正义的判决。维达是奥丁和女巨人格利德所生的孩子，他是不灭的自然之力拟人化。他注定在诸神的黄昏之后，和他的兄弟瓦利成为新世界的神。他从诺伦3女神处得知自己的命运预言后，就待在森林的深处，不发一语，所以又被称为沉默之神。其实有时候得知未来的走向蛮惨的，你知道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结果，只能独自守的秘密，很是孤独。传说中维达总是穿着一只防火的靴子，形象高大，穿着甲胄，拿着一把阔剑。在诸神的黄昏时，巨狼芬利尔将奥丁吞下肚后，维达冲过去，一脚踩住芬利尔的下颚，2手抓住芬利尔的上颚，将芬利尔撕成2半，替奥丁报了仇。光明之神巴德尔被杀之前，奥丁就从女预言家瓦拉那里得知巴德尔必死的预言，也知道了奥丁和女巨人琳达生下的小孩会替巴德尔报仇，所以奥丁就用计和琳达发生关系。
哔哔哔，警察贝贝，快点来，有人做坏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要讲的真的叫做神话故事哦，就是 Vali 他出生了，然后1天之内就长成成人，他没有做任何梳洗，就可以拿了弓箭去射杀了瞎子黑暗之神霍德尔，真的是神童啊！在北欧2大神族中，无法明确地认定 Heimdall 是属于阿萨神族还是华纳神族。一般认为他的父亲是奥丁，但是在诗篇 Heimdall 的神秘中提到：“我是9个母亲的孩子，也是9个姐妹的儿子。”诗中所指出的这9个姐妹，可能是海浪的化身，而华纳神族掌管的就是风与海洋。不管他的出身为何，他身为12主神的地位是明确的。Heimdall 是阿斯加德的守护者，为了防范诸神的黄昏与巨人族的入侵，诸神拥有最好的眼睛，能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在黑夜中可以看到蚂蚁的爬动，甚至连草木、羊毛生长的声音也可以听到。会不会太神奇了？你应该是超人吧？而且诸神还让海姆达尔有日夜不休息也不会疲倦的能力，这完全违反了劳基法。海姆达尔，我帮你领表格，你可以去申诉一下哦。总之呢，这位万能的守护神啊，他就终身守护着阿斯加德入口彩虹桥。他还拥有一个名叫加拉尔的号角，可以召唤众神来协助防守。在诸神的黄昏里，因为海姆达尔最讨厌的人是洛基，所以呢，他们会在最后展开对决，而且会同归于尽。